兄弟们，生活中总是充满各种意料之外的事儿，比如会开飞机的不一定是飞行员，也有可能是酷骑；会摩擦的也不一定是滑板鞋，也有可能是正在厕所中的你手里的那张厕纸。那么说到厕纸，据统计，我们人类每天的排便量大约在400克到500克左右，这么算下来，一年的排便量就达到了14.5公斤之多。而这么多粑粑的热量，又相当于97块炸鸡、85份汉堡、161个雪糕，所以屏幕前的你还减什么肥呀？一年都吃不了这么多个汉堡和雪糕，却能拉出超过你摄入的量，更何况你上厕所的同时，你的臀大肌也在锻炼着自己的强度，所以只要别吃太多，瘦就是必然的。更何况只要练就了传说中的夹断大法，上厕所的速度还会加快，快速减肥将不再是梦。但话又说回来，面对这庞大的排便量，即使你的臀大肌再发达，也是无法达到使过无痕的目的的。所以这个时候就得好好的擦屁屁，才能保证自己的卫生和健康。当然啦，咱们人类擦屁股的理由肯定远不止这一点，这还要听前途君细细的跟大家唠一唠。那么咱人类为什么要擦屁屁呢？首先，人类作为一种高级动物，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进化出了直立行走的方式，但走路的过程主要还是依靠我们的臀大肌来支撑这一行为，这就直接导致我们的菊花被这两瓣硕大的肌肉紧紧包裹着，而菊花本身又有着很多褶皱，再加上它的位置处在一个包裹且内陷的状态，就会变得更加容易藏匿污垢。如果没有定期好好清洁，时间一长就可能引发肛周灼痛或者肿胀，严重的甚至还会导致肛瘘。至于得肛瘘的兄弟们有多惨，就不用让前途君再次强调了，只能说当你得了这种病的时候，就已经把痛苦面具戴在脸上了。所以对于局部清洁的这一问题，不仅我们有深刻的认知，古人也同样早早的就意识到了这一点，但因为那会儿没有卫生纸，所以他们在这件事上付出了巨大的努力。首先我们要介绍的是古罗马时期他们擦屁股的方式，那个时候的人们会用一种特殊的工具来清洁自己的菊花，并且这种工具还有一个很洋气的名字——特索伦。这玩意儿的制作很简单，只用将一根木棍与一块泡过醋或者盐水的海绵宝宝绑在一起就能完成，所以每生产一个特索伦就会杀害一只可爱的海绵宝宝。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让我们一起抵制特索伦，还海绵宝宝一个公道。再来就是单从外形上来看，特索伦和我们现在的马桶刷很像，我甚至怀疑马桶刷就是特索伦，毕竟谁规定海绵不能用来擦马桶啊？而且值得一提的是，特索伦不仅可以反复利用，更奇葩的是它还是公用的。是的，你没有听错，因为在古罗马修建的厕所和我们现在的厕所大不相同，他们没有隔板，更不会存在单间，整个布局像极了一个一群人开会的大厅，上个厕所你都能和身边的人面对面交流，心大的还可以一起嬉笑打闹。当然，我们先暂且不提为什么可以在厕所玩得这么开心这件事儿，我相信大家肯定更在意公用这2个字，其实也没啥。虽然这玩意儿是被大家伙儿一起享用的，但人家也有自己的清洁方式，那就是每一个厕所都放着一桶水，上一个人用完，下一个人拿着涮一涮就继续用。这么一说，大家应该也能猜到了，那就是排得越靠后，画面越发惨不忍睹。反过来，谁上厕所用时最短，就是这个厕所最讲卫生、最干净的选手了。我想用奋勇争先这个词来形容，应该不过分吧。当然，西方人的创作精神远不止于此。就拿浪漫主义的法国来说，人家解决擦屁屁的方式就显得更为新颖。他们认为，对于解决局部的一些问题，绳子就要比木棍方便多了。这些优雅的贵族会通过精密的计算，让绳子从屋顶垂下来，正好落在自己的坑位旁边，这就显得很方便了。只要在如厕结束后，拿起绳子从自己的2腿中间穿过去，一拉一拽就完事儿了。当然，面对那些不太贵族的人群，就不是一人一绳制了，就会变得和特索伦地位一样，成了公用的，除非绳子断了，否则就会一直的用下去。什么？你问我绳子难道没有尽头吗？那不是只要打个结就能解决吗？不要问我卫不卫生，我更在意绳子为什么会断，毕竟那么脆弱敏感的地方，怎么就能把绳子磨断呢？难不成对于贵族而言，每家每户都会配备一条狗狗来守卫家园吗？那要这么说的话，我就没什么问题了。同样是贵族，相比起浪漫的法国，人家隔壁的英国就显得奢侈得多。可能是因为长时间对鱼的热爱，所以让他们不管在干什么事上都能想到鱼，包括擦屁屁。没错，那个时代的英国人是用食材擦屁屁的。也许是因为自己爱吃鱼，就想让自己的屁屁也感受一下鱼的丝滑。这可真是所谓高端的食材，总是要接受身体自上而下的洗礼呀。当然，选择用食材擦屁屁的国家绝对不止英国人这么干，被称为战斗民族的俄罗斯也是如此。就拿著名的彼
德大帝来讲，他就是典型的代表。人家是一个精致的男孩，每次上厕所前都会叫手下砍一只鹅，然后把鹅脖取出来擦屁股。可能觉得鹅脖完美的弧度就是为了他的屁屁量身定做的吧？该说不说，确实败家。但相比起没啥底线的外国人，咱们中国的清洁工具就显得稍微讲究一些。在魏晋时期，我们的古人会选择用竹棍或者木棍来刮拭，而这些竹棍被称作侧绸。虽然和特索伦比起来都是木棍，没啥好嘚瑟的，但省去了一个海绵宝宝还是较为环保的。在咱们的祖先被侧绸无数次刮伤后，蔡伦叔叔可能受不了了，终于在公元100年左右制作了原始的纸张，这也让中国成为了世界上最早使用厕纸的国家。然后在1391年，为了满足宋朝皇室大家庭的需求，现代卫生纸也诞生了，并且他们还有专门的尺寸要求，长度需要控制在3尺，宽度则是2尺，单位换算下来就是长100厘米，宽67厘米。该说不说，皇室成员们还挺费纸啊，但反观西方国家反应就太慢了，他们到了1857年才第一次大规模生产卫生纸，真的是苦了海绵宝宝被蹂躏了这么久。这么看来，我们现代人真的太幸福了，只是很多人都不珍惜罢了。上个厕所废纸不说，还很伤屁屁。给大家整一个情景模拟来看看，比如有一个男生在蹲厕所时发现纸用完了，这个时候他有3个选择，倘若是你会怎么做？ A. 拿书包里的作业本撕下一张纸，从而解决问题。 B. 在书包里拿出手工课用剩的砂纸。 C. 拿出随身携带的手机，喊朋友帮忙拿纸。答案是不是很明显？正常人肯定选 C 呀，毕竟现在啥好人上厕所能不拿手机呀？但如果说你选 A， 这种方式相较而言会比较妥当。但如果窜稀就别用了，因为不但擦不干净，还有可能弄得满手都是。而如果你选 B， 我估摸着你此时的心理肯定是看了网上曾经一些言论，那就是娘炮才用卫生纸，真男人就该用砂纸擦屁股。在这里我只想说，千万别被网上的言论带偏了。首先，砂纸要比卫生纸贵得多，更何况各位的菊花又不是铁打的，何必用打铁的来对它呢？不残忍吗？好了，玩笑就开到这里。卫生纸作为我们擦屁屁的工具固然很重要，但要想把屁屁擦得足够干净，还是得配合正确的姿势的。说到这儿，前途君就顺便跟大家科普一下正确的姿势都有哪些吧。第一种，单刀直入式，简单直接，一笔划过。第二种，优雅点按式，轻拢慢捻，抹复挑。第三种，曲线救国式，菊花周围也不能放过，最后向中心靠拢。第四种就只适用于家里有冲水马桶的人群了，这里的姿势就得用相扑的那种感觉了，通过左右摇摆，让菊花每个角度都能受到清水的洗礼。另外，对于擦拭的方向也很重要，尤其是女孩子最好是从前往后擦，因为生理构造的不同，这样才能把细菌感染的风险降到最低。而男生的话随意就行，没啥限制，爱怎么擦就怎么擦。最后再问大家一个问题，你们是如何判断自己擦屁屁是否擦干净了的？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我是前途君，我们下期再见。